周围一股强悍的压力陡然袭来，而其身体也是瞬间下沉了10几米，方才稳住身形，萧炎这才举目四望。这片被空间捷径封锁的区域并不大，不会超过10丈范围。这里的血红色能量的粘稠程度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甚至是手臂挥动间，都是将会感到一股比上面强大了10倍不止的阻力。这里的粘稠血色液体之内，掺杂着一种颇为浓郁的暗灰色光点，这些光点之中隐隐散发着一种腥臭的燥热之味。每当这些灰色光点落在萧炎身体周围的碧绿火焰上时，便是会立刻爆裂而开。与此同时，那火焰也是会剧烈的颤抖起来。这便是那所谓的天山火毒吗？腐蚀力居然如此恐怖，难怪连金石那等实力的强者也是不敢在这里过多停留。萧炎面色凝重地望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灰色光点，在心中喃喃自语道。在萧炎的下方是一片布满着坑坑洼洼的凹槽之地，这些大大小小的坑洞内不断地冒出许些灰色烟雾，而那烟雾之内则是被灰色的火毒所弥漫。显然在这血潭之底应该便是一座沸腾的活火山。目光带着许些惊叹扫遍这片被空间捷径封锁的区域，萧炎游动着身体，然后在血红色液体之中盘腿坐下，体内的琉璃莲心火源源不断的涌出，隔绝着火毒的侵蚀。若非是有一火，即便明知道这里是处宝地，怕也是不敢下来。有些庆幸的轻叹了一口气，萧炎手中迅速结出修炼印记，而其双眸也是逐渐闭上。仅仅几分钟时间，萧炎便是顺利的进入到了修炼状态，旋即一股凶猛的吸力也是徐徐的自其体内暴涌而出。随着吸力的涌盛，这片安静的血红色液体区域顿时变得骚动了起来，雄浑的令人震惊的粘稠血色能量犹如一道道劈链一般，源源不断的对着萧炎体内钻去。在这些血红色液体接触到萧炎体表的碧绿火焰时，顿时便是爆发出一阵嗤嗤的声响。液体能量之内所蕴含的灰色光点立刻迸散而开，在琉璃莲心火之下，这些火毒根本就难以进入到萧炎的身体。失去了火毒的血红色液体方才是最为大补之物，但犹如岁月的累积，这两物几乎是彻底的粘合在了一起。若非是萧炎拥有着琉璃莲心火，怕也是绝对不可能如此轻易的便是将之分离而开。而当第一股磅礴的血红色液体钻进萧炎体内时，其整个身体都是在此刻猛地颤抖了一下。如此强大的能量，若是放在平日，足足可抵挡3、5日之功，但现在却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难怪会令的是金属族费这么大的心血将之掩藏。如果能够将这里的火毒尽数排除的话，是金属族的实力必然将会因此而大涨。心神操控着这些灌注入体的磅礴能量，沿着焚诀的功法路线急速运转，而在那般运转间，萧炎能够隐隐地察觉到体内的经脉、骨骼、肌肉，甚至细胞等等，都是在疯狂地吞噬着侵入体内的大量能量，而在这般吞噬间，它们也是正在飞速地强化。那血色粘稠能量似乎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神效，可供吸收的程度极强，而且或许是犹如经年累积的缘故，其中有着一种淡淡的生机之感，吸收之时总是能够感觉到身体处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状态，极为的玄奇。此刻若是有人在此的话，则是能够发现此刻的萧炎几乎全身上下都是变成了那种血红之色，那些磅礴的粘稠血色能量已经占据了他身体的每一寸，甚至是连皮肤都是在血色能量的浸泡之下变得越加的具备柔韧性质。对于血色粘稠能量的这般神效，萧炎心头也是一片狂喜。若说先前他还会此处能够助他突破斗皇层次有些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便是绝对的毋庸置疑。按照这种速度，即便突破斗皇所需要的能量是一个无底洞，那他也是有着信心在这里将那所谓的无底洞给填满。在这血潭之底给予了萧炎脱胎换骨的充裕能量，在这里他能够肆无忌惮的吸收，而不用丝毫担心会出现能量枯竭的问题。而此处那最令的人忌惮的天山火毒，对于萧炎来说却是没有半点的威胁。因此这里的宝地说起来几乎倒是像为萧炎量身打造一般完美。吸收的速度虽然颇为恐怖，但萧炎也知道，即便如此，想要突破斗皇层次也尚还需要不短的时间。突破斗皇巅峰所需要的能量实在是太过庞大。身体如尸体般的盘坐于血潭之底，周身碧绿火焰犹如永不熄灭般将萧炎紧紧地护在其内。在火焰周围，一股股极为粗壮的血红色粘稠能量也是在源源不断地穿过火焰，最后尽数灌注进入其身体之内。安静的血潭之底没有时间的概念，但那如老僧般的萧炎从其体内弥漫而出的气息却是在以一个缓慢的速度逐渐的攀升。这般速度虽然看似缓慢，但却是在对着那个横跨在斗皇与斗宗之间的那道天壑悄然爬去。按照这种速度抵达甚至突破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当达到那般时间之刹，也便将会是萧炎成功突破斗皇达到斗宗之刻。
暗红的火红血潭之底，寂静无声，一切都是在寂寥中悄然进行。在这种地方，似乎连时间都是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火红之中，一点碧绿之色若隐若现，却是格外的显眼，拉近视线，方才显露出了一道盘腿而坐的身影，自然便是那潜入血潭之底潜修的萧炎。从进入修炼状态到现在，萧炎几乎是一直未曾从中退出，就这般如老僧般保持着纹丝不动的姿势，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周围那磅礴的能量，然后用以锤炼体内的经脉、骨骼、肌肉，甚至细胞。一股暗红的血色笼罩着萧炎身体的每一寸，甚至是连脸庞都是布满着血色，隐隐看去有着许些狰狞可怖的味道。不过好在这里除了他之外，并没有其他人，因此倒并未有人见到这般一幕。算算时间，萧炎应该是在此处待了约莫2天时间。这2日之内，他未曾有过片刻的歇息，一直都是在间不停歇地吸收着周围那磅礴的血色能量。而在这般迅猛吸收间，萧炎体内的斗气也是逐渐地变得越来越雄浑，犹如河流一般，不断地在体内经脉之中轰然流淌。按照萧炎自己的推测，恐怕现在的他也算是达到了斗皇9星巅峰的层次，但距突破依旧是还有着一段难以计量的距离。想要顺利达到斗宗层次，即便是有着这天山血潭之助，所需要的时间，怕也不会是短短2-3天之内便能达到。而对此，萧炎心中自然是异常清楚，所以也并没有什么烦躁的情绪，保持着那平静的心境，循规蹈矩地吸收着那血红色能量，让自己能够最大化地将这些暴涨的能量控制。毕竟不管实力如何强悍，若是连自己体内的斗气都是不能如臂指挥，那还如何与人相战？在萧炎这般平和心态中，枯燥的时间倒也是难以影响其心境，身体纹丝不动，源源不断地吸收着能量。然而在陈清在那种体内缓慢的脱胎换骨的奇妙感觉之中，顺着这般平和修炼的时间持续，萧炎那一头黑发也是如野草般的刷刷长动，而且或许是因为体内血色能量太多的缘故，那一头黑发居然也是逐渐的变成了血红之色。这般远远看去，此刻的萧炎就如血人般透着丝丝恐怖气息。对于身体表面的变化，萧炎倒是未曾在意，他知道这是吸收能量过多导致控制不得当的缘故。等到他将体内能量彻底操控之后，一切自然是变回原样。现在的他所需要做的便是彻底稳固心神，然后感受着体内那越加强横的实力便可。暗红的血潭中，时间如流水般的度过，一眨眼便是将近10天时间过去。这10天之内，萧炎身体依旧未曾有过丝毫动静，一头血色红发也是越来越浓郁。但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萧炎的气息也是逐渐的增长到了一个可怕地步。虽说依旧未曾突破斗皇，但比起10日之前，至少是强横了2-3倍不止。气息的蜕变，但也并未带动萧炎顺利突破斗皇。由此可见，这斗宗层次是何等的难以达到。若非是因为这天山血潭的缘故，即便是以萧炎的速度要达到这般地步，怕也是至少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吧。一股股粘稠的血色能量源源不断地钻进萧炎体内，某一刻，其脸庞却是突然一动，眼皮抖了抖，居然是缓缓睁了开来。睁开双眼的萧炎眼中有着许些惊愕，将他突然从修炼状态中惊醒出来的缘故，并非是外界原因，而是因为他发现，随着在此处修炼的加剧，其眉心处的那枚3000雷幻身的灵魂分身，居然也是在逐渐的吸收着那种血色能量。但或许是因为有着他压制的缘故，因此那分身所吸收到的能量并不多，所以到了现在，他才突然察觉到分身似乎在逐渐的变强。这里的能量居然对灵魂的增长还有效果。萧炎疑惑的喃喃了一声，旋即略作迟疑，屈指一弹，一道无形光芒便是自眉心处闪掠而出，最后落在身旁。分身一出现，其体内便是自动弥漫而出一股吸力，周围的那些粘稠血色能量也是犹如受到牵引般分出一股，对着其体内也是灌注而去。而当这些血色粘稠能量在接触到分身身体表面的陨落心炎时，顿时爆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那是能量中的火毒被排除出现的情况。还好有着陨落心炎保护分身，不然的话，这分身刚刚一出现，便是得被火毒侵蚀的消散而去。见到这一幕，萧炎也是松了一口气，在心中庆幸道。随着那一股磅礴的血色粘稠之力进入分身体内，只见得一股浓郁的暗红之色顿时自其体内暴涌而出，一时间，本是透明虚幻的分身立刻变成了血红之色。不过虽然颜色变化了，但与之有着灵魂连接的萧炎却是惊喜地察觉到，分身的实力居然是在一种令人极为惊骇的速度迅猛提升。按照这种速度，再配合着陨落心炎的锤炼，恐怕要不了多久时间，便是能够达到登堂境界。这里的能量居然还有着淬炼灵魂分身的效果。萧炎也是为这速度震惊了一下，旋即惊喜地自语道：“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是将3000雷换身修炼至登堂境界。此事若是传到风雷阁耳中，恐怕那些修炼着斗技的人，当场便是得吐血3声吧。特别是那费天，要知道那老家伙为了将分身锤炼到登堂境界，可是消耗了将近5年时间，而这5年时间，萧炎却是将之缩短了数倍乃至10数倍，这之间的差距宛如云泥之别。这里的血色能量这般奇效，恐怕即便是连那金石都是不知道，毕竟他可没有异火护体，可不敢将灵魂释放而出。毕竟一旦灵魂沾染上火毒，那可就真正的是无药可治，等于必死之局了。心中为这等发现雀跃了一下，萧炎目光紧紧地注视着分身的变化。如此许久之后，在并未见到有什么其他状况出现后，他方才彻底地放下心来，将分身放于一旁，任他吸收着能量。反正这血潭之底能量极为磅礴，足够他们的挥霍。将心神从分身之上转移而开后，萧炎沉神感应了一下体内，脸庞上的喜意更浓，低声喃喃道：“斗皇巅峰，那金石的确没说谎，这里恐怕还真是能够让我成功突破斗皇，晋升斗宗。不过这时间或许得消耗不少。”微微抬起头，望了一眼上风，粘稠的血红色能量并未让他的视线射到太远，那一片千篇一律的暗红之色，令得人颇感压抑。但为了能够成功突破斗皇，也只能咬牙坚持下去了。若是能够成功突破至斗宗，若是再遇见费天那老不死，我也能与周旋一二；若是再借助药老先生的力量，或许能与其正面抗衡。斗宗与斗皇是2个截然不同的等级，若是能够成功达到，那他与费天之间的距离也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借助着一些外物，也并非是不可能与其一战。而且达到了斗宗层次，他炼制7品丹药的成功率也是能够提升不少，也不用再靠运气。有了这等实力，即便是参加丹塔举办的丹会，萧炎也是有着不弱的信心能够进入前10。想到那达到斗宗的种种好处，萧炎心头也是越加炽热，深吸一口气，看了一眼身旁不远处正不断吸收能量的灵魂分身，手掌也是再度结出修炼手印，眼眸也是逐渐闭上。这一次他是彻底的打定了主意，若是不突破斗宗，那么便绝不离开这血潭之底。随着萧炎再度进入修炼状态，血潭之底再度变得寂寥无声了起来。不过唯一有所不同的，便是此刻的暗红世界中，又是多了一道犹如无底洞般源源不断吸收着能量的身影。时间在这里过得极快，完全进入修炼状态中的萧炎，也是彻底遗忘了时间的流逝。他犹如进入了一个遗忘般的状态，而开启这个状态的唯一办法，便是等到突破的那一天。为了突破，萧炎是真正的下了狠心。从来到中州的这段时间，他清楚地感觉到斗皇实力已经不足以再令得他得到足够的安全感。在这片强者云集的大陆上，唯有不断的提升实力，方才能够令得自己的生命得到足够的保障。在这般遗忘般的状态之中，时间如指尖沙般悄然流逝，未曾带起丝毫波澜。10天、20天、1个月、1个半月、2个月，当时间的指针走到第78天的时候，寂寥无声的血潭之内，终于是有了一丝动静。火山口之外，狂风肆虐，呜呜的刮个不停。在山口不远处的那石亭中，有着2道苍老身影负手而立。已经2个半月时间了，金石眉头紧皱地望着那火山口之中，那里的天山血潭已经从当初的满溢状态降到了一个极浅的位置，而且那红色的液体颜色也是变得淡化了许多，看上去就与寻常湖水没什么不同，其中的能量也是淡到了一个无法吸收的程度。一旁的金谷闻言也是苦笑了一声，旋即迟疑的道：“难道出什么问题了？那下面的天山火毒实在是太过浓郁，即便是连我都不敢深潜。应该不会的，天山火毒虽然凶悍，但对异火却没太大的威胁。”金石摇了摇头，沉声道，但不知为何，其话语中倒并非是显得那般自信。萧炎进入天山血潭已经2个半月的时间，这时间实在是有些太长了。血潭之底的火毒极浓，即便是他都不敢停留这么长的时间。虽说萧炎拥有着异火，但毕竟他的实力还只是一名9星斗皇。望着金石那般模样，金谷也是无奈一叹。这2个半月中，天幕山脉的能量潮汐也是逐渐的平息了下去。凤青儿等人在血潭中待了将近5天时间后，也是陆续的离潭而出。在略作告别后，便是迅速的离开了去。看那般模样，似乎这次的血潭浸泡，他们得到的好处极为不小。说不定待得回去之后，便是能够顺利突破斗皇也不一定。而至于纳兰嫣然，在血潭内仅仅只待了3天时间，便是因为体内能量达到饱和而不得不出坛，然后在天目山等了萧炎将近2个月，终于是不得不离去。也就是说，如今的天目山恐怕也就只有萧炎一人还没有半点消息。若是今天之内依旧还没有消息，我便进入血潭之底，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沉吟许久，金石终于是一咬牙，他体内的火毒还需要萧炎出手，因此即便是明知道那血潭之底不能随便进入，也只能去查看一番了。